我们通常久坐的人这边都会带沙块，它这边会带紫色，你可以看它反应。它其实在这个地方很痛，它的腰啊本身就血液循环，还有骨盆本身就有点卡，这个就要比较注意一点。好 ，OK， quite painful， 会蛮痛的哦。它这边真的很严重它这里。我觉得比较偏久坐，不太像撞到，应该是长期的加压类型。左边臀肌这边的沙块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它有可能在做的时候会偏向左边，因为加压而导致有受伤啊，所以才会有沙块在那边。他长时间都太爱久坐了，他可能真的要起来运动一下。那我现在要继续往下来到超级无敌长的腰椎，一般台湾人真的没有这个腰椎的长度哦。那你在德国比较不适应的会是什么呢？食物。所以你觉得德国食物怎么样？你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喜欢台湾的软面包。哦，你喜欢软面包？我喜欢软面包，对。Hast du gerade gesagt, du magst taiwanesisches Brot, oder? Ja. 怎么了？他猜到了，我在讲。他猜到了。他猜到我在讲，我喜欢台湾的面包。哦，你们真的是感情很好哎！你们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吗？没有还好你还好？我还好。他嘞？Das wäre sehr oberflächlich. Dann verliebt man sich doch nicht in die Person, sondern nur in die Optik, oder? 他的回答非常的明智，他说爱上一个人不会是因为他的外表。又来，赶快逼他。Ich wollte dich irgendwie schon kennenlernen. Verstehst du, was ich meine? OK， 我们在刮的时候，你看我们刚刚刮了很久，那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是在它的身体的中段的地方刮不太红，这边会变得很白。其实我刚刚一直都有在刮，可是这边是中间是白的。我认为跟他刚刚其实习惯驼背的姿势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驼背的时候，这边肌肉会被拉长。那我们的紧绷有分成缩短的紧绷跟拉长的紧绷，所以像这种肌肉被拉长的紧绷，它血液循环其实不见得会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边我刮不太出来的原因。那接下来在腰部的部分的话，我等一下一样会再继续刮，然后可能会比较痛一点点。好，你帮我跟他讲一下。Und jetzt macht sie weiter。然后他的脸变了。对，因为我刮比较深一点。Are you OK？ 好，那我要 keep 刮音哦。那我们有真的，他肩椎这边出痧，这边肩椎的痧蛮黑的。他的那个排便还好吗？Ja, ungefähr. 一天一次，可是它是不是量比较少的感觉？ Ich habe schon manchmal den Eindruck, aber gerade ist es eben eher Durchfall. 拉肚子是还好，拉肚子是为了要让它排，因为我也觉得它的后面的痧看起来，就是这边这一段的血循环没有很好。那因为这边是长的反射区嘛，我们可以刮给你看，刮的时候白，白里透，黑珠，这是黑珠。他有做大肠镜吗？没有，带他去做一下。那在德国有婆媳问题吗？就我个人的经验，当然就是还是保持美好的距离比较好。哦，那你们的距离在德国，因为毕竟是台湾的10倍大，应该距离比较容易拉开吧？对，没错没10错。倍耶，那会，反正他听不懂我们家在讲什么 ，OK， 我们不会有德文翻译，不要翻英文。对，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婆媳问题呢？像是一开始我儿子出生的时候，他那时候5个月吧，然后那时候也就刚好圣诞节，然后他就送了我们一个就是那种木头的椅子，它可以调高度。那对于一个还不会坐的婴儿来讲，他没有办法使用。对，然后他就有点生气，我们没有用它。对，他是第一个孙子吗？对。哦，好啦，就是有阿嬷可爱的一面呐。是哦，好。确实有点距离比较好，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孙子已经可以做了，就可以拿出来用。对，好，我们再身体往前。它的痧啊，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不一样的痧。当然，因为肤色的关系，所以痧的状态可能会不一样，颜色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痧的形态，我认为比较不分肤色，所以在它痧的形态来说，它呈现一点一点的，它是有点长期被这种加压的感觉。我不太确定是他坐的椅子，它这边是很容易去靠着的，因为它很驼背嘛，所以它这边很容易去压住。然后再来是因为它高，所以它的肌肉其实被拉得蛮长的，因为 hold 不住它的脊椎。
然后再来是它的肩椎，我们的骨盆的地方，它走路是不是都虽然它很高，可是它步伐不大，对不对？对，不大。你知道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不太可能走在他身边哈。但是我为什么会说他步伐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骨盆在这边，你可以看他反应，他其实在这个地方很痛。那这边是我们的肩胯关节，肩胯关节它是主要是跨大步的，因为我们走路是最长的嘛。我们有说下半身是我们的第2颗心脏，因为它肌肉很多，所以它会那种血流的蓄血量会很大。可是它因为没有骨盆的带动，所以他的脚的血液循环就会不好，所以难怪他的那个刚刚是说胆经嘛，就大腿外侧的地方会不舒服，不是因为他的扁平足哦，目前看起来他的腰啊本身就血液循环，还有骨盆本身就有点卡了，嘿啊，这个就要比较注意一点，好 ，OK， quite painful， 会蛮痛的哦，你可以叫出来，你可以叫出来会比较好，因为我这边要让他出来，他回去会淤青哦 ，OK 吗？因为他这边带沙块。我们通常久坐的人这边都会带沙块，它这边会带紫色，这边的紫色就相对比较正常一点，腰这边的紫色比较不正常。对，它是会做到忘记时间那种吗？因为他就是因为很喜欢电脑那些东西，娱乐也是写程式。哈？写什么程式 ？Smart Home zu Hause von uns ist doch programmiert worden von mir。哦，他这边真的很严重哎，他这里。我觉得比较偏久坐，不太像撞到，应该是长期的加压类型。这边的沙非常的特别，跟我们以往的沙图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沙图上面来看呢，我们两边都有刮，但是会发现说左边的沙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那我在左边的臀肌，这边是骨盆的，下面是臀肌，左边臀肌这边的沙块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它有可能在做的时候会偏向左边，因为加压而导致有受伤啊，所以才会有沙块在那边。那右边的话也有，因为毕竟他只是习惯，但是他长时间都太爱久坐了，他可能真的要起来运动一下。而且他运动的时候，我会建议做大步走。我们之前频道里面有一个是大步走的一个运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蛮喜欢那个运动的，因为它会从手的摆荡哦，你肩膀的活动度到髋关节的活动度都会去训练到，对身体其实还蛮健康啊。因为你要大步走，要有一点节奏，所以它本身又是一种有氧的训练哦，我觉得会蛮适合先生的。另外，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在这里，包含我们之前在俄国人那一集，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像这样子的一种点状沙在我们的剑尾椎的部位。这是比较罕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会比较担心，就是排便啊，然后再来是它在排便的时候，我觉得要大干净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刮 Flo 的前面，可是在刮前面的时候，我刚刚就有不小心瞄到，就是它肚脐里面其实会有点像，很像疝气，就是突突的感觉。然后刚刚有跟太太去做一个询问，然后太太你说这边怎么样？就是它上面就是有一个肚子那边筋膜有一个洞，因为内部的那个肠子里面的气压力太大，所以弄出了一个洞。我原本是想说要直接刮他的前胸，你看他多可爱，他把那个胸毛全部都 shape 掉，就他把它整个就是剃掉。刚好也因为有刮的关系，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就小小凸起来。旁边这边的话，我可能会先帮他带，不然我怕我刮前胸的时候，他气往下降。那这边可能就会比较胀，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好，那我先帮你刮肚子，我先这样子稍微顺刮一下，刮起来的质地啊，我确实有觉得比较有阻力，而且它肚子非常冷。对。德国啤酒是不是有名？对，他们它其实算还好，我认识的很多德国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喝啤酒。我也觉得他啤酒应该喝得还好，因为他的腰是刮得出来的。因为如果说啤酒偏寒，所以如果说是很爱喝啤酒的朋友，他的腰就会刮不太出来。但他是整个肚子这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气泡水，我不太确定，或者是冷饮，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差哦。好，我们这边上往下稍微顺刮，那我现在换另外一边哈。你帮我问他是不是这边比较痛，这边比较不痛？ Die tun eigentlich gleich viel wie beide Seiten. 一样痛哦，一样痛哦。对。那这个地方我自己的体感是觉得顺比较多。就是那边比较紧。Für mich ist es eher die rechte Seite, aber ja, gerade eben tut es ein bisschen mehr weh. Das tut innen weh, also im Bauch weh. 哦，它还分内外哦。好，那整体来讲，我觉得右边确实是感觉起来是应该会比较痛的啦。然后因为肚子它本来下面就是脏腑，所以痛在里面算是蛮合理的，因为它的那个表皮其实还算光滑，还 OK， 可是那个阻力感是来自于内部生成。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刮一下是前胸的地方。那在前胸，我刚刚有瞄了一下，它在两侧就是肩膀前面这边都特别平，然后好像应该是包包，就是有点勒住。背包，对，是太紧吗？对，太紧，好像有点痛。他自己缩了一下。对，我知道。Are you okay？ 好，这边也是有点痛。好。那小朋友的教育在德国跟在台湾有不一样吗？差异非常的大，像他们幼稚园就是有规定，他不会让你去学什么数学呀，或者是学 ABCD 呀。我觉得教育方针就是他就是要培养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他还好吗？因为我们事前我们有询问过，那先生他其实他自己的心室的搏动，左心室跟右心室其实是不太对平的哦，所以我在刮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有觉得这边阻力感偏重。那因为心脏靠左边嘛，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小心一点的去刮它吼。但我有确认过啊，他没有吃抗凝血剂那一些，偏向轻轻的顺刮，让它红，这样就可以了。OK， 那我现在要刮这边哈。好，我们要从脖子这边顺刮。德国的民俗疗法 paper 其实也蛮多的耶。在刮痧里面，像之前有 Lauher， 我们在讲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有引述到德国的研究。然后我之前也有看过一本德文翻的舌苔的书。对，他们好像有蛮多中医的书都被翻译过来。他们觉得中医是有效的，就是蛮有在研究这一块，尤其是针灸这一块。他今天有说他那个好像是 WHO 吧，他们有特别着重在研究针灸。刮痧他是说是还没有时间研究到那边，就一步一步来啦。不同的文化它形成的传统民俗疗法其实会不太一样。那像德国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壤可能很肥沃，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在饮食。是亚洲，我们是因为湿气很重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衍生出刮痧，然后去排除我们的湿气。好，我们现在要刮这边哦。under 在。他的表情有点对，很痛。他今天有觉得被骗来吗？凹凹是什么意思？凹啊，就是痛。痛的意思。对。好，耳朵。我耳朵也是有点痛，有点他平常头皮比较紧 ，OK， 头皮我们刮一下头皮 ，It's OK？ 这边也是偏紧的，在这里，你看我这样刮的时候，他的脸这边其实是没有一起动的。这边还可以耶，它是那一边会比较紧。Punktuell schmerzhafter hier. Bei der anderen ist es mehr verteilt. OK， 好，没关系，我们都可以一起刮一刮。好 ，OK， 那我们现在刮完咯。Ist hier vorne fertig oder muss noch weiter gemacht werden? 我们通常会从这边往下刮，因为这边已经走心肺。我们通常胸部本身不刮，因为毕竟有那个 nipple， 所以会比较不好意思。OK， 我们大概就这样 T 字这样就可以了。那我想要问一下 Flo， 就是你今天刮痧，你的心得如何？Freiheit und ein bisschen leichter。它确实，我有觉得它整个，因为它痧其实蛮重的，所以当痧比较重的时候，我们会说伤也比较深一点点，就是累积比较久啦，疲劳累积比较久。那我们在刮完之后，我觉得它有比较释放一点。那我是希望它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睡觉。Ich hoffe, dass ich besser schlafen kann. Ja. Das brauche ich gerade. 对，可以好好睡觉。OK， 你帮我用德文，然后跟大家讲，欢迎来刮痧，记得订阅，然后我们就谢谢大家这样子。Also wir sind hier beim Quasha-Zoom machen und abonniert den Kanal. Yeah. 好，我来翻译一下，欢迎来刮痧，记得订阅，谢谢，拜拜。你的初体验 ，Are you okay? Your first YouTube video? No, it's okay. I don't care much about YouTube.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